王招娣，你知道错了吗？王招娣，好耳熟的名字，这不是我写的小说里的人物吗？我该不会是……分尸了？知道错了，那就赶紧的把钱拿出来。要是耽误了你弟弟娶媳妇儿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真穿了，还穿成被青蛙诈血补贴弟弟的炮灰王招娣。你弟弟是男根儿，娶媳妇儿传宗接代那是大事儿，赶紧把钱拿出来。咋？你们王家还有皇位要继承？嘿，你反了天了！你敢说你弟弟？看我今天我不打死你！我在现实里被资本压榨，传说还这么乱，少干！还想要钱？在我写的小说，还能让你把我欺负了？你个死丫头，你鬼上身了！我打死你！嘿！住手！你是谁呀？放肆！这个是今天刚从国外回来的昭昭小姐。徐昭昭，那个被恶女假千金陷害致死的真千金，造孽呀！我在原文里把她写的可惨了。你为什么打他？大小姐，您有所不知。大小姐救我！我亲妈吸我的血，还压榨我的工资，给她20当彩礼。原文里，王招娣被亲人压榨，还被假千金利用完一脚踢开，惨死街头。我可不能重蹈覆辙，我得找个靠山。你个死丫头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大小姐哪有功夫管咱们的事儿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大小姐，走。也是，原文里徐昭昭冷心冷情，根本不可能管这种闲事。看来只能另找机会。慢着，你可以走，他留下。大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的人，我每个月给你开10万块钱的工资，跟着我。10万？嗯。大小姐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嘿，你个见钱眼开的玩意儿，我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怎么，你拿不到1个月10万？眼馋啊？你，哎呀，大小姐，他一丫头片子，他会做什么呢？你给他呀，不如给我。以后王招娣就是我的人，谁再敢欺负他，后果自负。走吧。哎，我来，大小姐，您跟小的来，小的带您去房间。呸！你以为你太上高枝就能摆脱我了？谁不知道在这个家里最受宠的是曼曼小姐？我看你还能得意多长时间？大小姐，您看房间有什么不满意的，我立马去收拾。不错，你很上道。箱子里有一盒澳白珍珠，归你了。谢谢大小姐。大小姐，您真是人美心善又大方，简直就是财神爷转世啊！徐曼曼，这里不欢迎你，出去。嬷嬷，这
就要开始真假千金大战了。姐姐，我是专门过来给你接风的。你在外面3年，还没学会千金的礼仪吗？你忘了当初妈妈和哥哥为什么送你出国了？你这样，他们只会更厌恶你。哪来的晦气玩意？离我们家大小姐这么近，自己有口说闻不得。哼！没想到他还真有点本事。你个死丫头，怎么跟二小姐说话的？你还想爬到二小姐头上？我平常怎么教育你的？赶紧的，给二小姐赔礼道歉！再不放手，这只手别想要了！嘿，你以下犯上，你还有理了你！把大小姐发给你的工资全部给我，这样我再考虑考虑替你给二小姐求情。哎呀！哎，王招弟儿，你手里有几个臭钱儿，你就想造反呐你？少废话！今天我就替大小姐好好教训教训你，也让某些人知道什么是长姐为尊。二小姐，没用的东西！大小姐，没吓着您吧？您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以后没有任何人敢欺负你。不错，500万，以后兼职私人保镖，能做到吗？这太多了，大小姐，我不用那么多的。我雇人就没有低于6位数的，拿了钱去买身像的衣裳。好嘞，我就遵命。卡拿去刷。谢谢大小姐。大小姐，这是我亲自为您炖的汤，来，我喂你。小飞棍来喽！徐昭昭，听说你刚回家就大张旗鼓的让佣人来伺候你，还肆意的欺负曼曼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就到歪点，这才帅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没有。你别狡辩了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你都比不上曼曼。顾于白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？未婚妻又怎么了？你心里自己清楚。我要娶的本来就是曼曼。你算哪根葱，在这狗叫！你算哪根葱，在这狗叫！这么闲，工地1天50，去不去？你个羞人，你敢说我呀？我不光说你，我还想打你的。家里没有镜子吗？也不照照自己什么样子。要不是你跟我们大小姐有婚约，顾氏能有这么多主子啊？徐昭昭，管好你家的狗，小心我再也不理你。好啊，那就解除婚约。原书里可没有这段，剧情改变了。你说什么？解除婚约？徐昭昭，你疯了吧？要是他们解除了婚约，那我和于白哥哥太好了，得把这件事做实。白哥，哎，你快回来，庄昭喜又在家开始闹了。反正你也一直看不上我，既然如此，从今以后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
再无瓜葛。徐昭昭，你来，收垃圾啦！让开！让！虽然是雇佣的，但从小到大，他是除了爸爸妈妈以外第一个这样护着我的人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徐昭昭，赶紧把他给我开除！别狗叫，赶紧滚！管家，管家在哪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他是我的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开除了？那如果是我说的呢？我靠，要不要这么夸张啊？玉白哥哥，你这脸不会是姐姐弄的吧？姐姐，你也太过分了！再怎么样，玉白哥哥也是客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？怎么会有这么贱的人？这真是我写出来的角色？曼曼，我没事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大家闺秀，有的人他就是泼妇，惹人厌。嘿，我这暴脾气，徐昭昭，我和妈允许你回来，不是让你带着狗腿子为非作歹的。现在立刻把这个王招娣给我赶出徐家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等一下。你别乱说啊！在你照顾姐姐之前，你的工资每个月都是足数发放的。你放屁！我银行卡流水明晃晃摆着，我已经1年没收到工资了。没给他发工资吗？少爷，王招娣的工资一直都是直接打到他母亲卡里的。你凭什么问都不问我就给他？那是我的工资。招娣，那个是你亲妈，给他又怎么了？就当你孝敬他了呗。我的亲妈吸我的血压榨我，还拿我的钱给他亲儿子当彩礼，你们为虎作伥！好，我要告到中央！我要告到中央！泼妇无耻！顾一白，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冷血无情？招娣，你放心，以后没有人再敢欺负你。徐昭昭，你这是打定主意要保这个狗腿子了是吗？不就是想要钱吗？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哇塞，1000万！这些钱够买你几辈子了吧？懂不懂什么叫家生奴才？我就是，就你还想离间我和我们家大小姐关系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放心吧，大小姐，我王月啊不，我王招娣绝对不吃2碗饭，也绝对不是因为钱才照顾你的。切，那你是为了什么呀？难道你还想跟大小姐成为朋友啊？就算是为了钱，那也是我们家大小姐的钱更香。
还不滚？再不滚，我就插这里插你！走？我凭什么走？有本事你现在打我呀！打一下试试啊！从来没听过这种要求。我的妈呀，大姐！大少爷、二小姐，我们家大小姐要去休息了，需要我动手请你们出去吗？好，很好。徐昭昭，你当了徐家的千金，就忘了自己的来时路了，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徐昭昭，你养父母兢兢业业了大半辈子，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你，就是有朝一日你能够回到徐家，能够有钱傍身。如今你拿着这些钱耀武扬威，好不威风啊！我靠，我忘了这一茬。原书里设定徐昭昭的养父母只是小康，怕她回徐家受欺负，于是都卖了吗？徐家家大业大，昭昭没有傍身钱，万一受欺负了怎么办？那就这么办。不管怎么样，不能让昭昭受委屈。徐思年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这种人怎么会是我的亲哥哥？你以为我想当你哥哥吗？靠，忍不了了！今天不扇死你，我枉为全书人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再废话试试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你管别人爸妈给多少钱？你管别人怎么花？看别人上厕所你也屁股痒痒，见不得别人爹疼娘爱的。怎么了？你们家户本就是你的爷了？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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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什么我？还不快滚！要不要我送你？你们给我等着！一群蜡烛，不点不亮。大小姐，没吓着您吧？都怪那群狗东西，耽误您用餐了，饭都凉了，我去帮您热热。你这么对他们，他们不会放过你。原书里王招娣那么狗腿徐曼曼，最后结局不还是一样凄惨？不过原主是为啥被害死来着？这段剧情是编辑改的，他没跟我说啊。不说话，害怕了。怎么会？大小姐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您罩着我吗？我会罩着你的。大小姐，要不要去看戏？什么？一会儿有好戏。哥哥，别生气了，我觉得昭昭姐肯定不是故意的，倒是这个王招娣突然性情大变，改天我得好好跟她聊聊，劝她向善。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曼曼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怪不得昭昭老是欺负你。只要哥哥一直向着我就足够了。放心，你永远是我最亲爱的妹妹。天哪，他俩……嘘，说出来就过不了审。过审？原文这两人那点上不了台面的小九九，因为不过审全被杀了。这么一看，
其实挺带劲的。哎，不过哥哥，这个王招娣突然像变了个人，会不会是那天他听到了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他俩的关系的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快走，小心被发现。谁？放心，无论王招娣有没有听到什么，有没有说出去，她在徐家都待不长。哥哥要做什么？过几天就是家宴，我会名正言顺地赶走王招娣，到时候徐昭昭孤立无援，我看她还能翻起来什么风浪。好，我都听哥哥的，不过不要对招娣太残忍，她也是个苦命人。放心，只要有哥哥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我还有工作，先走了。哥哥呀，一个王招娣算是什么东西？我真正讨厌的人是徐昭昭。喂，上次我跟你说的事，考虑清楚没有？别怪我没提醒你。王招娣一旦经济自由，就彻底摆脱你的掌控。二小姐，你想怎么做？你觉得呢？王招娣之所以这么硬气，全是靠着徐昭昭。如果徐昭昭被赶出徐家，你觉得王招娣还会这样吗？二小姐，那招娣毕竟是我的亲骨肉啊，这个得加钱。好。说，是不是徐思年和徐曼曼派你来的？不是，是我起夜走错了。还敢讲起夜？你怎么不说是赏月呢？这就是原文里徐思年和徐曼曼陷害徐昭昭的东西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大小姐，明天就是家宴了，他们想用这个陷害咱俩，要不先把他关在这里，事后再说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哎！哎呀，大小姐，别想那么多啦，有我在，这次手拿把掐。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能未卜先知？因为我早就发现徐思年和徐曼曼的奸情，所以猜到他们要陷害咱们，也不算未卜先知吧。说的也是。现在剧情还没完全跑偏，还是到了家宴项链局。不过因为我成了徐昭昭的人，他们估计会换个策略。大小姐，你听我说。大小姐驾到，统统闪开！徐家有2个千金，这位刚回来的还是亲生的。徐夫人有福气了，女神、天使、贱魔怪。姐姐，欢迎你回家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。
去拿过来吧。是。昭昭，你要跟妹妹学着点为人处事，不要老板这一张脸嘛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夫人不好了！夫人，刚刚我去房间里拿礼物，发现您之前送给曼曼小姐的项链不见了。什么？那个是妈妈花了5000万拍下来的，怎么会丢了？曼曼，不过就是一条项链而已，有可能是阿姨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收起来了，不要大惊小怪。这客人都还在呢。妈，那条项链可是你准备给曼曼的成人礼，你再仔细去找一找，务必找到。我都四处找过了，确实没有。而且这条项链我昨晚才收好，现在盒子空了，肯定是被人偷走了。你确定所有的地方都找了吗？只有招娣的房间还没搜。绕这么大个弯子，累不累啊？干脆直接诬陷是我偷的不就完了吗？啊！您是大小姐身边的红人，我们不敢。好啊，徐昭昭，平时你在家里作威作福也就算了。现在连手底下的人都约束不了了吗？骂我就骂我，带我们家大小姐干嘛？没人拦着你们搜我房间，有种用证据说话，少在这吃多乱喷粪。你什么态度？哥哥，你又是什么态度？你说招娣盗窃项链，你有证据吗？就是，我房间门是上锁了还是怎么着？有没有？找找不就知道了吗？王招娣，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？敢偷夫人的东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住手！现在真相不明，你怎么就笃定是他偷的？哼，这贱丫头打小就手脚不干净。夫人，项链肯定在她房间，我现在去收。哦，那要是没有呢？要是没有，我就自请辞职，滚出徐家。好。这可是你说的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哼，连你亲妈都指认你了，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妈在这儿呢，搞得好像你是我妈亲生的一样。招娣，你要是有什么苦衷可以跟我说，我不会怪你的。曼曼小姐，你心太软了。他能有什么苦衷啊？他打小就屠刀成瘾。666，我真是懒得喷了，有种用证据说话行吗？好，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你们所有人去他房间给我仔细的搜。是。慢着，姐姐，如果你觉得招娣是清白的，更应该让人去他房间搜，好还他公道啊。我没说招娣的房间不让搜。但要是搜不到，那应该怎么办？就是侮辱我人格，精神损失怎么算？招娣，我也希望不是你拿的，可是连你亲妈都这么说。如果搜不到，我就当众给你们道歉。只有道歉也太没有诚意了吧？不如这样，如果没在我房间找到的话，大少爷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脱光衣服跳进泳池，怎么样？好，如果搜到了，王招娣，你就等着蹲局子吧。好说，随便搜，不用客气。搜！找到了，大少爷，找到了，项链就在王招娣的房间。好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来人，把王招娣给我送进警察局。
哥哥，既然东西已经找到了，要不就算了吧。曼曼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徐昭昭，你竟然敢指使王招娣去偷曼曼的东西，你那短命的养父母就是这么教你的？什么就是大小姐指使的？照你这么说，那我还说是二小姐让我这么干，她让我到大小姐身边，这样好栽赃给她。哼，我看你还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不成？妈，咱报警吧。好。慢着，前2天我和招娣看到刘管家拿着项链鬼鬼祟祟地潜入招娣的房间，就是为了陷害她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去把刘管家给叫出来，问清楚。前天晚上，招娣把我引到这里，给我打晕了。谁知道等我醒来，我就在这地下室被关着。我这把老骨头差点交代到这里。王招娣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什么老骨头？刘管家，您太谦虚了。昨天晚上您溜进我们房间的时候，那身手可比我这二旬老人灵活多了呀。刘管家，徐曼曼给你生病的孙女花了多少钱？这次你帮我，等妞妞的病好了，我就送她出国上学。14、15岁的小女孩，未来可期，总不能被白血病给耽误。白血病有钱未必能治，但我能以最快的速度帮你找到合适的配型，你考虑考虑。王招娣，你在跟他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夫人，夫人，我说实话，这个事儿都是……够了！妈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看过好项链，才给你和哥哥添麻烦了。这件事我已经不想再追责了。哟，这种时候就不追责了？当初是我干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？二小姐，您偏心刘管家呀？是啊，这就急了，这是怕被揭穿了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也知道你和招娣说我坏话，但是这件事我已经不想再追究了。哎，看来都是误会。昭昭，今天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你们豪门还真是癞蛤蟆装青蛙，长得丑玩得花。除了我们大小姐，你们家一个正常人吗？招娣说的没错，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反过来，你们还是会选择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吗？徐昭昭，你别欺人太甚。这就破防了，我还没动手呢，想试试吗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曼曼小姐落水了。不对劲，原文里根本没有这段剧情，难道是因为我的介入，剧情发生改变了？妈妈，曼曼在呢，宝贝。这怎么好端端的落水了？是有人推我下去的。是谁这么大胆？给我查监控去。好。看着不像假的，徐曼曼又有什么信息啊？按兵不动。收到。给我进来。哎，姐，这是原主的弟弟王耀祖。妈，这是我刚刚在花园逮到的，有人看见，就是他把曼曼推下水的。为什么害我女儿？哼，好玩喽！你再不说实话，我把你送去警局，我让你吃一辈子牢饭。哎呀，造孽呀，造孽呀！快说，是谁让你干的？哎呀，夫人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养着一双儿女，
不成器呀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这就替二小姐赔病。妈，别！我说，都是我姐让我去做的，她想害死二小姐。奥斯卡影帝影后啊！又是你，周周，怎么解释？妈，别演了，穿帮了，一会儿你们真成背锅侠了。我的亲妈亲弟，怎么一道陷害我，你们俩就五子棋上阵？好，咱们还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王昭娣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你说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？我平常怎么教育你的？我姐说了，是昭昭小姐看不上曼曼小姐，只要我帮忙，他们就给我钱。Hold on， 项链的事都没搞清楚，怎么会说到落水的事了？项链的事情，曼曼已经不跟你计较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不跟我计较，那我倒是要计较。你们说是我指使王耀祖害徐曼曼？怎么？你要把责任甩到我一个人身上？没啊，不过我这儿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，给你们看看。该怎么做？你清楚了吗？知道了。二小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让王昭娣那个贱丫头再也翻不起风浪，败着你的事儿。曼曼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妈妈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，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王招娣，你这是在哪合成的视频？你还狡辩？监控摄像头就在你床头柜的台灯里，要不要我拆出来给你看看？王招娣，你说实话，那视频是不是你伪造的？你偷夫人项链也就算了，现在你又想陷害曼曼小姐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监控视频是不是合成的？找个专业的人士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。不过，你们承担得起后果吗？耀祖，再不说实话，别说拿钱娶媳妇了，进监狱都是有可能的哦。是他指使我干的。他说只要收拾了你，就给我一大笔钱，让我娶老婆，以后还能威胁你，让你当牛做马，给我们家赚钱。你个混蛋！我是你亲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妈，这样的人留在徐家，以后指不定会闹出什么祸端来。来人，把他们都赶出去！王招娣，你个不孝女！你不听我说句话，你会倒霉逼的！你会倒霉逼的！徐夫人，您看见了吗？始作俑者就在这儿，您处理他呀！你什么意思？你亲弟跟你亲妈已经认罪了，你还想栽赃别人？你急什么？我说你了吗？该不会这事你也有份吧？你够了！曼曼，你今天受惊了，好好休息，也不要随便出门了。昭昭，跟我来。大小姐，怎么样？夫人说了要怎么处置徐曼曼他们吗？没有，他给了我徐氏集团5%的股份，说是让我下周去公司当项目部经理。我明白了，这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拿这个堵嘴。对，14年是徐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，徐曼曼又是我妈娇宠多年的心头宝，她不是不在乎，只是更偏心他们。亲生的不当回事，反倒像个养女，实在是。可这都是我自己写的呀。算了，我的目的也算是达到一半了。
只要能进集团工作，什么都好说。你可要去给我当助理啊！我只相信你。好呀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办一件大事。什么事？我准备把户口迁出来。原文里，王妈和王耀祖商议把王招娣卖给村霸的儿子换钱，最后是王招娣拿钱才换得自由。我还是未雨绸缪的好。这么大的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大小姐最好啦。不过这种事我自己应付得来。这些钱你拿着，如果他们不同意，不要硬来，拿钱买自由也好，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的。前后2辈子加起来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这样说话。钱不要给那种畜生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，您不用亲自出马，只需要给我派一个保镖就行。天爷嘞，这谁家小妮儿？好像是招娣出去了，没有气派。谁呀？干嘛呢？我呀，回来干嘛？我回来迁户口，现在立刻马上把我户口本那页交出来。你还敢回来？还想迁户口？我呸！做你个大头目吗？别逼我动手，上次挨打还没挨够。娘嘞，亲闺女给亲娘动手，小心遭雷劈。哎呦喂，大家你们都看看呐，我这闺女有多不孝啊！活活乱了我的生计，工资也结不了。她现在她还要自立门户，这是活活把我往死路上逼呀！招娣，你娘把你拉扯大也不容易，你咋能这样呢？你心疼他？他没工钱，那把你的给他了？是说你看上他？你别胡说！哎呀，大家都来看看，谁家的谁怎么跟我妈搞破鞋呀？哎呀，我哪搞破鞋了？你不是搞破鞋，那就是我妈口语女了。哎呦喂，你个废贱货，你该死喷死！我今天要不挠花你的脸，我就不是你妈！我劝你老实点，尽快把我户口本那页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有各种危险。小弟，你要干什么？妈，他醒了。醒了早，把这件衣服给他换上，连夜送到村长家去。我靠，还真有你这样的妈！你左右摇一下头，不会被自己的猪耳朵扇到吗？王招娣，你个赔钱货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被徐家看出来？你现在，你弟弟娶媳妇没钱了，你必须给他补上。就是啊，姐。那咱们王家可不能断到我这儿啊！再说了，嫁给村长儿子也是你的福气。这样的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你这么羡慕，你嫁过去啊！反正你想结，以后去菜市场卖猪肉别带着他，这么不通人性，我怕他被屠宰场拉走。妈，你看他，儿子，别跟他废话，赶紧的，把他送到村长家去，我倒要看看他在村长家能说出什么。好嘞，你们可想好了？现在放我还好说，要是真送过去，被我们大小姐知道了，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呸！他一个不受宠的货，我今天就这么干了，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儿子，上！好。我靠，这娘俩还真的！救命！杀人了！你来叫啊，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住手！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这私闯民宅！招娣，你没事吧？
了个你来，这差点出事儿。我没事，大小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把他们给我带走！大小姐，我错了。你现在知道错了，会不会太晚了？把他也给我带走！等一下，大小姐，我还有话跟他说，你去外面等我一下。好，走吧。我就知道我女儿不会把我怎么样。好孩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少废话，帮我办件事，把徐思年引过来。叫他干什么呀？让他来，我能让你赚到钱。真的？哎，那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元王后期，徐思年被徐家除名，徐曼曼掌握徐家资产，好像是因为谋划的某件事败了。徐思年被徐曼曼推出去当了替死鬼，但这段剧情是编辑修改过的，我根本不记得具体时间。不过说不定能诈徐思年一下。不该问的少问，你只需要叫他来就行。等他来了，你就跟他说。你，你在电话里说的不清不楚，什么叫你知道当年那件事情？我，当年那个事情要是败露了，你跟二小姐都得完蛋。想让我给你保密，你得这个。怎么了，大小姐？你妈妈说的事儿是跟我养父母有关吗？你这写的什么？你把真千金写的结局圆满，父母双全，怎么凸显出假千金的恶？是，老板您说的对。滚回去改，让真千金父母都死绝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杨凤因为没改文，最后是编辑帮我改，但剧情还是一样。徐昭昭父母被害，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真凶，莫非？你威胁我？你是怎么知道徐昭昭的养父母死于谁手的？哎呀，娘哎，这大少他不是脑袋坏了吗？真的查出来了，这死丫头的法子居然真管用。哎，你的意思是炸他一下，看看他做了什么亏心事？这个办法行吗？你不是逗我玩的吗？别蹭我热度哈，我们很熟吗？还逗你玩？总之你按照我说的做就行，到时候别说给耀祖娶一个老婆，10个都行。好。大少爷，当年大小姐的养父母死于车祸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哪里可惜了？我告诉你，想把我的曼曼带走，这就是下场。我还嫌他们死的不够早呢。大少爷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你拿这件事情来威胁我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怎么，现在又来装好人了？我告诉你，本少爷留他们2具全尸，就已经是开恩了。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。谁？大少爷。
哎呀，你拦我干什么呀？阿姨，这真不能进！我女儿可是跟着你们集团大小姐工作的，是不是高贵着呢？凭什么拦我呀你？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女儿啦，我可见着你了，你身上有钱呢。好啊，你这么快就反水了。哎呦喂，闺女啊，妈饿的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你弟弟他饿的都睡不着觉了。哎呦喂，那叫一个可怜呐！睡不着就去工地拉沙，一天50，需不需要我介绍工头？你，大家都看看他，我这不孝的闺女啊，不赡养我这亲妈，也不管他亲弟弟呀！哎呦喂，他真是太恶毒了！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我不能死了算了！我你想死啊？好，一言为定，双喜临门。来，我给你看。干什么？你安排了人头天，是吗？你搞错了，就我一个人，连我儿子都不在。哎，大少爷，你还是准备好钱吧。我不多要，就这个数100万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把当年的事儿说出去。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好啊，你去帮我办一件事情，给书记500万的照给。什么事？徐昭昭要带着王招娣入职徐氏，你只要搅得他俩在公司待不下去，你要多少我都照给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哇，大小姐，你这办公室太豪华了吧？老奴可是沾了你的光。好啦，说正事儿，最近有个新项目要抓紧推进，你去整理相关资料，咱们我要找我女儿，我女儿就在这上班。哎呀，你拦我干什么呀？阿姨，这真不能进！我女儿可是跟着你们集团大小姐工作的，是不是高贵着呢？凭什么拦我呀你？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女儿啦，我可见着你了，你身上有钱呢。好啊，你这么快就反水了。哎呦喂，闺女啊，妈饿的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你弟弟他饿的都睡不着觉了。哎呦喂，那叫一个可怜呐！睡不着就去工地拉沙，一天50，需不需要我介绍工头？你，大家都看看他，我这不孝的闺女啊，不赡养我这亲妈，也不管他亲弟弟呀！哎呦喂，他真是太恶毒了！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我不能死了算了！我你想死啊？好，一言为定，双喜临门。来，我给你看。闹什么？闹什么？哎呀，夫人呐，你给评评理。你说我这个狼心狗肺的女儿了，她不管我不说，她还对我动手了。不是你自己说死了算了吗？我在帮你，这还不孝顺？你就看着你亲妈我去死吗？妈，他这是故意来闹的，想让招娣丢脸。姐，这里可是公司，这对集团的影响不太好吧？是不好，那不然让他去隔壁公司倒死。王招娣，你居然连你亲妈都不放过！徐昭昭，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跟这样恶毒的女人搅在一起，到底存了什么心思？又来狗叫了，还物以类聚。那你喜欢和徐曼曼这样的绿茶在一起，说明你自己也是垃圾嘞。妈，徐昭昭，我允许你把她带进公司，不是让她胡言乱语、四处撒泼的。如果你管不了你的人，我替你管。徐总，你别急啊！你看我在王家之后早就清楚，现在大义灭亲，报警把他抓起来！居然想跟你亲妈断亲，王招娣，你该不会不知道断亲是不具备法律效益的吧？哟，不具备法律效益，你可曾读过什么书？认识几个字？还跟我谈上法律？你，王招娣，她到底是你亲妈？你这样不孝，就不怕影响昭昭姐的名声吗？你少挑拨离间！再狗，我不把你粑粑打出来，算你妈的干净！徐昭昭，这就是你找的好帮手？你利用他专门来欺负你的兄弟姐妹吗？14年跟我一母同胞，我不得不认，徐曼曼又算什么东西？就凭他姓徐，比你早入徐家。妈妈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知道姐姐一直不待见我，我走就是了。曼曼，你就是太懂事了。徐昭昭，你要是但凡有曼曼半分懂事，也得应该把这个王招娣给赶走。凭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没有做错。还嘴硬！我给你股份，我给你公司，竟然让你生出不该有的野心和妄想，你居然敢忤逆我！亲生女儿拿点股份，你觉得是僭越？给徐曼曼这种狼子野心外人，你觉得是分内应当？你老年痴呆发作了吧？好，反了！徐昭昭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你要么把她赶走，要么你就再也不是我女儿。招娣是我带来的，也是我朋友，我不可能赶她走，而且该走的人也不是她。好，那你跟她一起滚蛋！来，脚都绕了，骑滑稽了！王招娣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不就是不让我待在公司吗？好啊，那我再就业，那不然咋办？离职的话，你们得陪我N+1，我可是替你们着想。N+1？什么N+1？你才来了多久？喂，讲讲道理好不好？我可是以正式员工的身份入职的，不信问我们大小姐。对，招娣是正式员工，无故开除肯定要赔付N+1。徐昭昭，他要资历没资历，要能力没能力，你是蠢还是坏？把这种人招进公司做正式员工？我再怎么样，好歹还要打扫卫生啊！听说大少爷你在公司这么多年，有没有做出什么有建树的项目？天哪，你不会还不如一个我没上过大学的人吧？行了，什么你呀我的，语言能力还不如植物人。一句话，要么给钱，要么等着我劳动仲裁吧，自己选。给我滚出徐氏集团！别让我再看到你！哇塞，这么多！好嘞，我这就走。这就是你找的好帮手，为了一点钱就背叛你。徐昭昭，你看你养的好狗，谁给它骨头它就冲谁摇尾巴。你活得这么失败，连这样的货色都忍不住。招娣，你为什么？大小姐，你先好好待在公司，帮我吸引他们注意力。我有大事。好，我相信你。王招娣，六叔，这可是我费了好大劲才帮你搞到配型，你孙女马上就能动手术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有来有回，你该不会想要黑吃黑吧？6年前大小姐养父母出车祸死亡这件事，知道多少年了？我不知道。那刘总，
你当时说好会给我的，我现在连工作也没了，大少和二小姐也不管我了。他们不管你，我管你啊！你偷偷告诉我，我不告诉别人。当年的事我并没有直接参与，但是我亲眼看见。近日，高架桥连环车祸受伤3人，死亡2人，死者为一对夫妇，姓沈。哥哥，他们真的死了吗？曼曼不用去沈家生活了吗？错，死了。没有人会带走曼曼的。我察觉他们话中有话，我偷偷去查了一下，沈家夫妇的车被人动过手脚，我怕惹火烧身，后来就没有再查了。行吧，刘叔，这件事你之后不要再管了，好好给你孙女治病，祝她早日康复。赵丁，你是个好女孩，要我说，你就别掺和这件事儿。徐家高门大户，大小姐怎么说也是夫人亲生的，她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怎么不会有事啊？哎，而且袁文礼他的下场就是我一手造成的。刘叔，你也是个好人，谢谢你的提醒。不过这件事我管不到自己。没人了，快出来！憋死我！大小姐，几天不见，想我了吗？这几天都忙什么去了？连个电话都不打给。还在查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听说大小姐带领的项目成绩不错，恭喜恭喜呀！还行吧。喏，给你的奖励。哇塞，这水图，这颜色，这得上千万吧？小钱。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我这几天没在，也没帮上您什么忙。小姐这么赏您菜，岂不是让您猜菜？朕只独宠王妃一人，王妃切莫妄自菲薄。谢主隆恩。好了，说正事儿。过2天许家办庆功宴，你也去吧。是因为大小姐项目成绩不错，专门为你办的。当然，不过难免要跟徐曼曼和徐思年虚以为意。徐夫人看我不顺眼，我就不去了。不过大小姐放心，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份大礼。什么大礼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徐夫人真是女性楷模，不仅自己优秀，把女儿也培养得这么出色可干。还好吧。唉，说到底，她到底不在我身边长大，不然的话会更好。姐姐这些年在外面学了很多不良习惯，之前还跟那个王招娣鬼混，差点就误入歧途，还好现在迷途知返了。鬼混，迷途知返，你还真会用词啊！你这绿茶说的就是你吧？招娣，姐姐，是你叫他来的吗？是啊，他是我的朋友，而且今天这个庆功宴本来就是为我而办的。我请我的朋友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许昭昭，我之前说的话，你都当耳旁风了是吗？谁准许你来的？我可是大小姐忠心耿耿的新一代王妈，这个家我不能少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是来送惊喜的。什么惊喜？他又跟你说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？当年沈家夫妇出车祸是人为谋杀，不是意外。沈家夫妇，那不是徐家大小姐的养生父母吗？听说沈家夫妇就是给许大小姐回来过生日，才在高架桥上出的车祸。难道……王招娣，你不要在这危言耸听。当年的事情，警方已经盖棺定论了，是意外，怎么可能是人为？妈，如果真的是意外，为什么当年
我想去见他们最后一面，你都不让，甚至不让我去给他们吊唁。我当年就觉得很奇怪。姐姐，你当年马上就要高考了，而且还要出国，妈妈不想让你分心。难道你现在还怀疑妈妈吗？你看你，你不提，没人怀疑徐夫人，真是个大孝女。王招娣，你别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沈氏夫人出事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才上高中，难道那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又没说跟你有关系，你急什么？这是当年沈家夫妇乘坐车辆的车检报告，上面显示刹车被人动过手脚，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份报告被人封存，一直不允许面试。这话是什么？这事儿当年是你办的，你为什么要封存档案？我爸妈当年的死，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徐昭昭，我才是你亲妈，难道你要为了2个死人来质问你亲妈吗？哎呦喂，你也不老因为养女为难亲生的大小姐吗？一报还一报。你，姐姐，妈妈今天费尽心思帮你举办这场庆功宴，你就是这么报答妈妈的？就你会报答，报答的把人家亲生儿子当傻。你，昭昭姐，她只是拿了一份文件，你又被她牵着鼻子走，在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徐家？你打我！打得好，打的就是你。王招娣，你疯了吗？什么？打他没打你？想提前体验养老院护工套餐啊？还有你徐曼曼，我们大小姐打你就忍着，哪那么多话？徐昭昭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你赶紧带着你这条狗给我滚出徐家！我说过了，他是我朋友。哟，滚出徐家！等你老了，徐曼曼和徐思年不养你，你不得炸了？妈，到底谁该滚出徐家？好难猜啊！当年为了谁封存档案？你不解释一下吗？难道是徐夫人下的手？不可能啊，她没必要呀。听说徐大小姐的父母都是普通人啊，她何苦呢？当然是我封存的。最烦装杯的人，我怎么写了你这个死装哥？哪来的苍蝇呜呜乱叫？王招娣，你叫你爹干啥？好啊，好，我等会儿再收拾你。徐昭昭，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封存档案吗？今天我就告诉你，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什么意思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我胡说。沈家夫妇为了让你认祖归宗，把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你。可是没过多久，沈家夫妇就出车祸死了。你说这样的话传出去，外面的舆论对谁最不利？莫非这件事跟徐家大小姐有关？这么说也有道理。沈家父母死了，那徐大小姐就只能回徐家了。徐家不管她都不行。是啊，对大小姐最不利。都豪门大小姐了，还要因为养父母的那点3瓜2枣杀人放火，咋这么会算数？你急什么？我又没说人是他杀的，我只是说沈家夫妇的死不是跟他息息相关吗？要不是因为你想让他们回来给你过生日，他们能着急回来见你，然后出车祸死了吗？是我害了他们。没错，就是你害的他们，你还不知道好歹，还想重提当年那件事。要不是我封存档案，你的脊梁骨都要被人穿烂了。今天不撕烂你的嘴，我看你都要蹬着自己的脊梁骨上天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看你满嘴喷粪，
给你洗洗嘴啊！王招娣，你个神经病！你看我等会儿再收拾你。超超姐，你真得改改你这个脾气了。你的任性不仅害死了你养父母，现在你把妈妈还气成这样。我呸！你也想洗洗嘴？好，那我来给你做个免费大保健。够了，王招娣，你再给我胡闹，你俩都给我滚出徐家！行，那我们就来好好讲讲道理。车检报告说是因为刹车失灵，这种档案封存起来有什么意义？对舆论有什么影响？徐思年，我该说你蠢还是坏？你放个屁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记得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跟你亲妈没有区别。你敢侮辱我？我妈还在这儿呢。哪儿？啊，这儿啊！有妈还能干出这么恶心人的事儿？小脑发育不完全，大脑完全不发育是吧？够了，王招娣，你3番2次的挑战我的底线，我忍了你无数次了。你们俩赶紧给我滚出徐家！徐夫人别急啊，真正的惊喜还没送出来呢。我这里有一份当年的尸检报告，需要你公布一下。哎，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叫医生！快叫医生！快叫医生！大小姐，昭昭，别难过了，他们逃不掉的。超弟，你说是不是徐曼曼？就算真的杀人放火，我的亲生母亲也会不遗余力的、拼尽全力的帮她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说过，我是为你而来的。徐昭昭，你对曼曼做了什么？嘿，我这暴脾气，你又从哪蹦出来的？几天没挨打，欠收拾是不是？我调着呢。你再敢动手，我报警了啊！该报警的另有其人吧。快！离我们家大小姐远一点！王招娣，你个疯女人，我找徐昭昭关你什么事儿？只要有我在，谁都不能伤害她。徐昭昭，我就知道你还放不下我，我警告你，你现在马上去给曼曼道歉，并发誓以后不许再欺负她，否则我就再也不爱你了。你敢打我！我限你半个月之内把我之前给顾家的注资，还有我送你的全部的礼物如数奉还，否则的话，我就起诉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真的要解除婚约是吗？当然，你以为我开玩笑呢？我之前给顾家的注资，如今利息应该不少。我希望你能一起打到我的账户上。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大小姐威武！徐昭昭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这样疯下去，我就告诉两家的人，你我之间再无瓜葛。小心，你到时候哭着求我啊！滚吧你！你不是喜欢徐曼曼吗？那你去找徐曼曼结婚呀？还是说你心里也清楚，徐曼曼没有徐家血脉，你根本捞不到好处，所以只能缠着我们家大小姐吸血？你住嘴！什么吸血？跟顾家注资，跟我联姻，是他修来的福气。这福气给个狗都不要！快别恶心人了。徐昭昭，你忘了吗？你当初是怎么跟我求爱的？
你什么意思？我们订婚了这么多年，人尽皆知，我们什么关系发展到哪一步，还不都是我一句话的事啊？你就不信我跟他们说你已经被我玩烂了，到时候我看谁还敢要你？顾于白，你真恶心！我也可以不这么做，但你最好乖乖的去跟曼曼负荆请罪。他还哇哇乱叫上了，我可去你的吧！一会儿他醒来，大小姐，搭把手，把他捆住，先塞起来。一会儿我大事要办。走吧，我们去看徐曼曼那边的好戏。今天只带那2份文件，不能完全定罪。其实我也有点不敢相信，我爸妈出事那年，徐曼曼才刚成年，徐思年也才20出头，怎么会？大小姐，你相信我吗？当然。那就行，一切看我的。走吧。傻孩子。你们俩干什么？来看看你金贵的养女死没死？呀，没死呢。王招娣，你要是想死，你就直说。那我可太想了。怎么了？不是你一口一个断亲犯法，现在惩罚忙了。够了，王招娣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大小姐，你自己说吧。我爸妈当年车祸的事，跟他俩有关。而且招娣手里有一份尸检报告，显示我爸妈当年在开车之前服用过催眠类药物。那也不能说明什么，说不定就是他们自己吃了药。你非得去追究那些陈年往事，闹得大家都不愉快吗？就是，谁说吃了安眠药就不能开车了？好，好，好。那喝下去。让你喝就喝。思年，哎，思年，醒醒，走，我们出去兜风啊！思年，王招娣，你对我哥做了什么？思年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喂，停下！王招娣，你刚才给我喝了什么？神奇小药丸啊！不是你说吃了安眠药也能开车吗？怎么倒头就睡了？招娣，你简直是胡闹！你说实话，是不是你和昭昭姐一起商量好了，故意弄份假文件过来无理取闹诬陷我们？我污蔑你，我闲得慌啊！姐姐刚在公司做出来一点成绩，你就急着跳出来污蔑我和哥哥，这还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徐昭昭，你是不是想独自吞并徐家的财产？我想独吞财产。昭昭姐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，也觉得哥哥碍眼，可我和哥哥都拿你当知青手足，你怎么可以置我们于死地啊？精彩，真是太精彩了！你们俩脸皮厚的都能当防弹衣的制作材料了。尸检报告上明明白白写着，沈氏夫妇服用过安眠药类药物，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任何服药史。你少拿假文件在这糊弄人！你当我没备份啊？你到底准备了多少备份？多得很，把今天那些宾客叫过来，一人发1份都够了。黄招娣，把文件给我。
曼曼，曼曼，曼曼，二小姐好像是中毒了。最近二小姐有没有接触过什么陌生的物品，或者吃过什么不该吃的东西？没有啊，就房间里最近多了几束花。夫人，这花上面被人撒了一种熏香，这种熏香带有神经毒素，会伤害人的五脏六腑的。是谁把这花放在二小姐房间的？夫人，这是前2天大小姐让送过来的，说是给二小姐赏玩，我不知道这花有问题啊。姐姐，你怎么能……徐昭昭，你也太恶毒了！你居然想毒死曼曼！我没有。你还在狡辩？她一个佣人还能害你不成？太精彩了！演什么？《甄嬛传》？谁说这花有问题？我看这花太好了。有问题的是人吧？你干什么？来，我看看吃2面花能死啊！干什么？你们想吃啊？王招娣，你这是杀人！还中毒！我拜托各位，我们又不是在演无脑小短剧。这花要是能毒死徐曼曼，第1集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，真是个死路者。你干什么你？你是家庭医生？我记得徐家的家庭医生不是你吧？你该不会是徐曼曼请来的托吧？医师执照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我什么我？无证行医，你是不是就欠我这种医闹收拾啊？啊？哎！好了，懒得跟你们废话。当年车祸的证据我已经全部掌握了，我劝你们最好自首，等我揭发你们，就不是坐牢那么简单。走了，大小姐，见好就收。曼曼，你这什么眼神？啊？没有啊。刚刚是我看错了吗？曼曼怎么会露出那么怨毒的眼神？难道王招娣和昭昭说的都是真的？你照顾好二小姐。思年，跟我走。妈妈，你好好休息。妈妈是不是已经怀疑我了？不行，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。徐昭昭、王招娣，你们想毁了我现在的生活，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你出去。喂，帮我办件事，给你300万。怎么了吗？你该不会真的相信了王招娣和徐昭昭的话了吧？我没信，但思年，当年确实是你软磨硬泡，让我封存档案。当时你的理由是怕曼曼被影响，我当时就想不明白了，这事有什么好影响的？曼曼她毕竟是沈家夫妇的亲生女儿。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就合理的怀疑这件事情跟你脱不了干系。妈，我是你亲生儿子，你为了徐昭昭怀疑我，你也别忘了，昭昭是你亲妹妹。
思年，你跟我说，这件事情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如果我说有的，为什么不问清楚？如果真不是他们做的，他们怎么可能会自首？实际的证据我也还没拿到，刚才只是炸他们一下。你还没找到？那你那么笃定？当然确定，整本书都差不多是我写的。什么？没事，我心里有数，你听我的就行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想帮我，但是我也不想让你陷入险境。这算什么险境？你不知道，徐思年心狠手辣，冷血无情，他的眼里只有徐曼曼。昨天看到他们俩暧昧的那一刻，我就确定了，他根本不在意我这个妹妹，他只在乎徐曼曼，就像是着了魔一样。原文里，徐思年就是徐曼曼最大的靠山。当时第一版小说上市，很多人磕兄妹骨科，觉得这对 CP 很有性张力。如今他对徐曼曼百般包容，都是因为剧情的力量吗？总之，你如果继续介入下去，徐思年一时半会不会对我怎么样，但一定会从你这儿下手。我不怕，就算他要搞死我，我也要帮你找到这个证据。我要还你一个原有的、美好的人生。招娣，有的时候你说话，我真听不懂。没事，你只要相信我不会骗你就行。我们是不是还把顾于白关地下室呢？好像是哦。喂，怎么了？招娣，你跟大小姐在一块儿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车祸的事儿我拿到了一些证据，但你能单独来吗？我怕大小姐情绪激动，我还不敢面对她。好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就来。谁啊？没谁。大小姐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。跟上。刘叔，你最近就一直住在这儿？对，钱都拿来给妞妞做手术了，不剩多少了。招娣，喝水。看着我干嘛？坐。啊。证据呢？招娣，你是个好孩子，热心肠、正义，还帮助了我。怎么忽然说这些？你给我下药了？对不起，招娣，妞妞的病确实是治好了，但她还要上学，还要生活，还要嫁人，我实在是没钱了。醒了？头还疼吗？真是你！醒来前我就在想，刘管家是不是被你收买了？300万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绑个人不是小事吗？沈家夫妇的死，果然跟你有关系。对啊，是我做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，王招娣？哎，不对，我是不是应该叫你其他名字啊？你真名是什么？叽里呱啦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你突然性情大变，每一次我的行为你都能预判。我不知道你是人是鬼，但你肯定不是原来的王招娣。老娘写的恶女还真挺聪明的。
来猜猜看，你有预判了吗？你是色物主。唉，太聪明还是不行。不行，下次得写那种霸道总裁。哼，我知道了，我生活的世界是一本小说，你是作者对吧？有意思。你不会觉得世界观崩塌了吗？我有什么好崩塌的？至少我前22年的优渥生活是真的。可惜的是，你非要来到这里，还一个劲儿的帮徐昭昭。听你的话来说，我才是女主，不是吗？没错，你原本确实是女主。既然你都知道我是你亲妈了，还这么对我，来，赶紧放了我，妈妈爱你。既然我是女主，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帮徐昭昭？她就那么好吗？因为我想让谁当女主，谁就是啊。徐夫人不是你母亲，不也一样偏心你？曼曼，我还以为是警察呢。想太多了吧你？哥哥，你来了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让王招娣消失啊，这样我们就再也没有阻碍了。徐昭昭自己一个人斗不过我们的。曼曼，让王招娣消失我没有意见。哎，什么你没意见？你能问过我吗？你闭嘴。OK， 你俩来。可是你不是一直想让徐昭昭滚出徐家吗？曼曼，我只是想让徐昭昭听话一点，不再妨碍你和我的事情。可是我从来没想过。可是他只要在徐家一天，就影响到了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天觉都睡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他在，就会分走你和妈妈一半的爱。你知道我一想到这些，我就浑身难受，我的胸口就好像被压了一块石头一样。哥哥，以后妈妈只能爱我一个人。我那个亲娘还是个病娇。徐思年，你有福喽！你给我闭嘴！哥哥，你帮帮妈妈好不好？曼曼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王招娣消失了，徐昭昭就独木难支了，她就可以任由我们摆布了。哥哥，你不是一直讨厌这个王招娣吗？还交给你，任由你处置，让我来处置徐昭昭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要整死我，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你闭嘴！你好嚣张啊！小心我死了之后回去写死你！曼曼，你清醒一点。几年前我们已经做错事了，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我们不能一错再错了。可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要自首是吗？你别忘了，几年前是你找人在沈家人的车上动了手脚。是你当时说想要让我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啊，我就知道，这天杀剧情终于搞明白了，感谢老天爷！你再说话，我就把你嘴撕烂！哎呦，我好怕怕哦！徐思年，你要是有良心的话，就赶紧把我放，然后去自首。事后我想办法让你少坐几年牢。你现在还有机会。可可，你别听他的，他现在完全被我们掌控，根本掀不起任何风浪的。可是曼曼，我们不能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了。伤天害理的事，这样的事你母做的还少吗？可可，你不是最爱我了吗？你连这件事都不愿意为了我做吗？行，你不做了，
我做。小姐，他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只要一样，以后别让他再出现在我的世界里。请曼曼小姐放心吧，这一次我绝对把她收拾得服服帖帖走。哼，我看你还能跑哪儿去？等会儿我就把你送到村长儿子的床上去，你就等着被他折腾吧。哼，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也不中用。你怎么解开了？你说说你们，不就是要个彩礼吗？啊，闹这么大笑话。现在好了，儿脱了吧，进来吧。徐曼曼、徐思年，你们涉嫌非法拘禁、故意杀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什么时候报的警？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们聪明啊？大小姐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我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我也觉得不对劲。你跟踪我，到底什么事儿？还得瞒着我？不好说。总之，你先继续跟着我，发现什么都别声张。要是我出什么事，你就直接报警，然后继续跟着我。好。你确实聪明。徐曼曼，这次我可不是未卜先知，我这是纯聪明。服不服气？警察叔叔，还有他俩是从犯。你个贱丫头，我可是你亲妈，我不能进去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弟弟呀，为了老王家，我为了你们，我抽出了一身的病，你居然如此不女不孝！有病就多喝点农药调理调理。祝你早日战胜病魔啊！警察叔叔，赶紧带走。姐，我可是你亲弟弟，我没想把你怎样，我只是想娶个媳妇儿，有个家。放心吧，进去之后有吃有喝，都是国家饭，怎么不算一种家呢？安心去吧，带走。姐，哎呀，姐！警察同志，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跟我哥来的。可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要做这样的事。曼曼，你说什么呢？还有高手，徐曼曼，你这张嘴比死了3天的尸体还要硬。少帝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哥，你赶快认罪，会替你求情的。曼曼，你是爱哥哥的是吗？对，我爱你。曼曼，我也爱你啊！我知道你庸俗市侩，不择手段，我知道你俗不可耐，我知道你心狠手辣，我知道你撒谎成性，我知道你就是个2流货色，可我还是爱你啊！那哥哥，你会一直爱我，让我无忧无虑下去，对吗？不会。警官，当年沈家夫妇出车祸一案，是我跟徐曼曼共同商议、共同谋划。我是主犯，他是从犯。这就是你说的爱我？放开我，不是我做的！徐思年，你就是这样对我的！放开我！带走。你也走吧。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这种时候就不要发表获奖感言了。徐昭昭，照顾好咱妈。我不是一个好哥哥，但我想做一个好儿子。怎么不能当好儿子，孝心外包啊？怼得漂亮，大小姐，
你出师了。徐思年，该怎么对咱妈，我心里清楚。当年车祸的事情，我猜她多少知道，但她没有深究。为了你和徐曼曼，她也不会深究。可她毕竟是你亲妈，她有把我当做亲生女儿吗？把我当做亲生女儿的人，早就已经死了，被你和徐曼曼亲手杀死的。而我那所谓血缘上的亲妈，就是帮凶。可这些年，她到底是托举了你，这难道不应该吗？与其说是托举，其实是怕被人戳脊梁骨。比起亲生女儿，更疼外来。养女一句话，就随便给亲生女儿定罪，说出去不搞笑吗？是咱妈劝我，说你毕竟是我亲妹妹，我才迷途知返，要不然事情也不会现在这个样子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，跟你说什么都是白搭。人心受的伤害是很难抹除的，说什么做什么都没有用。回国的时间是我精心挑选的，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是你的生日，想回来给你庆生。我把礼物放在了你的房间门口，你让管家把它扔了。什么？那天你和徐曼曼还有妈妈去吃饭，连叫我一声的意思都没有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你们在我心里就和陌生人没有任何区别。可是昭昭，你能再叫我一声哥哥吗？慢走。徐思念。 널 보내는 게, 널 떠나보내는 게 아직은 익숙하지가 않아. 그렇게밖에 할 수 없던 네가 원망스. 没有，明明就。走，我们回家。 回哪个家？当然是回我的家。其实我在外面买了一套房子，落户在你的名下。你哪来的钱啊？大小姐，你给我那么多钱，买一套小三居绰绰有余了，好吧？可是我打算跟徐家断绝关系了，以后可能不能给那么多钱了。没事，我养你啊，保证不会降低大小姐的生活品质。 谁要你养？怎么样了？徐夫人包庇罪，名下所有财产全部查封。那这是徐夫人在3年前为您建立的信托基金，账户并不属于徐氏集团以及任何徐家人，所以这部分钱是完全属于你的。信托基金。 他不是不喜欢我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哦，对了，徐思年的信托基金也属于他财产的一部分，还在审查。如果没问题的话，那部分钱将会属于你，保守估计有上百亿，跟您的份额是一样的。您好，真的吗？好的，好的，我现在就通知徐小姐。好消息，徐小姐。 徐思年的信托基金已经通过了审查，他本人也在狱中签字同意，这笔钱将会属于您了。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去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都那样对我呢？还要做这些可笑的事情？大小姐，难过了？那吃点热乎的。 别不开心了，一个烤红薯而已，有这么深？当然，这可好吃了。你知道徐夫人和徐思年给你信托基金的事了？
我有的时候真觉得你是老天爷派来的神仙，什么都未卜先知。那当然啦，我早就说过了，遇到你是上天注定的。好啦，别不开心了，你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。不过现在有个不太好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徐曼曼说想见咱们俩一面，我是想单独去的，不过想想还是问问你比较好。你想去吗？来了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信托基金的事你都知道了吧？真好笑，徐家人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实际上1分钱都没打算留给我。给你才怪，徐夫人觉得你是要嫁出去的，身上也没流着她的血，根本不会给你1分钱。哦，你又知道了？你觉得我在故意刺激你？不然呢？你觉得徐夫人那样屈服留子的女人会没有任何算计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，你得到的都是口头的爱，是虚无缥缈的，是失权的。如果没有主角光环，你注定是弃子，是被随意抛弃。你胡说！他们怎么可能不爱我？这份爱也仅限于此。就像你养了一只小猫，你会在死后把所有的钱留给小猫咪吗？很显然不会。徐曼曼，其实你根本不用纠结谁爱你谁不爱你，以你的头脑才智，完全可以靠自己过得更好。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？你从生下来就什么都有，而我呢？我没有家，没有归处。徐家人不是真心对我，亲生父母也死了。我不留在徐家，我该去哪儿？你的亲生父母不是被你自己害死了吗？我有的选吗？沈家那2个人根本没有打算把我认回去，他们只爱徐昭昭，我去找过他们的，我找过的。可是他们跟我说，我有徐夫人的爱，物质条件也不缺，不像他们的昭昭很可怜。他们都偏心徐昭昭，他们还说人心生下来就是骗人的。我有什么办法？啊？不管怎么样，你也不能杀人啊！你这样跟恶魔有什么区别？你走吧，徐昭昭，你赢了，我认输。哦，对了，有个事儿没跟你们说，徐思年死了，未遂自残。真是搞笑，像他这种人，怎么输得心呢？你们聊，我回避。不用，没什么不能听的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，祝你一路走好吧。你的钱到我账户上了，我把你的那部分取出来，全部拿去捐赠给妇女儿童基金协会了。希望我和徐曼曼的悲剧不要再在其他家庭身上上演。事已至此，徐昭昭算是有一个好结局了吗？我现在过得很好，很开心，有招娣陪着我。至于妈那边，她还有很多年才会出狱。
你放心，我会尽到赡养的义务，但我绝对不会再见他。好了，我走了，再也不见，哥哥。招娣，我们走吧。我这是要回去了。招娣，你……大小姐，你幸福吗？招娣，你怎么了？我幸福，我特别幸福。你别过来。你幸福就好。你幸福的话，我们……你要去哪儿？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？你别吓我呀！你幸福的话，我们不在一块也没关系。有一种悲伤，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，陪伴我呼吸，决定我微笑模样。徐女士，这栋别墅已经过户好了，房产证您收好。好，麻烦您。当年这栋房子被法拍，如今终于拿回来了。恭喜您，我先告辞，有任何问题您再找我。招娣，不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你的真名。我们还能再见吗？大小姐，推开那道墙，大小姐，温暖的身影投来迷惘的目光，你开出的花朵一般黑夜灼伤。你回来了？对啊，老天爷看我都快相思成疾，就放我回来啦。这次你还让我抱你大腿玩。的成长，长出的自知懵懂与世界对抗。